Aspire 中文意思是向往追求，但是这个比赛的 Aspire 有了创意的意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噜噜，今天要来聊聊反正与他的 Aspire 作品 S-NOR 乘以3。跟一般的作图比赛不同，所有的比赛作品都不能依照 RC Ranking Criteria 来作图，必须使用大量的 Unrankable Pattern 跟节奏。而这次的 Aspire 5跟以往稍微不太一样，这次可以选择所有 Feature Artist 的其中一首歌来参赛，而且你可以投稿你的作品到不同分类，像是2B 图、Storyboard 的特效图等等。由于这次影片的重点是反正的作品，所以我就不多加赘述了。详细的历届 Aspire 介绍可以参考 PitchFat 的影片，我会放在说明栏中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。这次 Aspire 5的结果在很久之前就出来了，相信各位也有看过这次的得奖作品，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厉害。不过有个作品更加吸引我的目光，那就是由反正0019制作的 S-NOR，这真是太 big brain 了，各种意想不到的 pattern 跟点子都在这个作品里，时不时还会造成游戏的 crash 哦。拿到2B 分类的冠军，真的是实至名归啊！由于我很好奇，反正到底是怎么做出这种 big brain 的作品，所以我拍了这次的影片，借由这个机会来访问本人。隔离期间真的很无聊，正好回来玩欧组，然后正好又有个比赛，就想试一下。毕竟 title 和 badge 还是挺香的。很久以前参加过第一届 Aspire， 就是 Leaf 的那个，名次比较惨。之前也会看其他届的 Aspire 的作品，加上没事的时候自己也会做一些不考虑 rank 的东西。这次也算一个不错的机会吧。考虑到这一次的形式，Storyboard 的作品肯定会特别能打，参考前几届 SB 为主的作品就好了。如果要考虑不用 SB 来吸引跟刺激玩家，就一定要放足够多的内容，最好塞到爆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最好加入一些能诱导玩家自发的进行宣传的内容。总之，最开始我想到就是 Froms， 首先因为他的歌本身就很合适。之后在 FA 页面看到这首9分钟的歌，我觉得就是它了。有的很多。首先这首歌就9分钟，虽然隔离在家没事干，而且有满满的1个月的时间可以做，但是要保证有充足的内容来撑满这9分钟就挺难的。加上一些想法的实现，也要从别的图里面偷学。这1个月基本上就没怎么闲着，大概就是花了2个礼拜做图，1个礼拜做剩下的东西，比如说音效、Combo Color 之类的。其次，因为有用到那个 Sliderator， 很多 Slider 的那代码会特别大，里面光好几个单个的 Slider 的代码就有好几兆那么大，我就不得不把这个图分成很多小的段落来做，做完了再把它们拼起来。因为 OSU 文件变得特别大嘛，所以用编辑器保存会卡死一阵的。有一次我为了测试一个 slider 能不能用默认的编辑器保存，足足等了20分钟。还有一些 part 是上午按一下 Ctrl+S 之后就出门了，晚上回家之后发现居然还真的存上了。别的都没有什么了，大部分都是因为用黑科技导致的游戏崩溃，可能就有些段落要重新做吧。另外很多 slider 都是先拉出来再控制它们的持续时间，因此就计算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专门做了2个 Excel 来算某个 slider 应该用多少 BPM 多少绿线，应该持续多长时间。做这个就是觉得当时好像之前都没见人做过伪 3D 的东西，做出来应该能吸引不少人吧。但是我又不会代码，感觉这个东西用代码实现应该挺快的，就 3D 投影平面坐标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帧一帧的用手拉，毕竟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想让手拉的好看，就需要参照物。当时我就去私底下找了 Toshi， 问问怎么做那个 3D 的 storyboard， 也比较走运。好在是做 3D storyboard 有现成的脚本，
只需要简单的模型就可以了。我又花了大概2个晚上研究 Blender，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四面体。这个旋转的 SB 现在还在那个图的 OSB 文件里面，想看你随便找一个像素点的 PNG 放进去看就能看见了。但是脚本的功能其实有点不完善。生成的旋转 SB 调整角度很不方便啊，比如说我想让这个四面体绕着那个坐标的 Z 轴旋转，脚本给的参数它调不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图其实做的还没到1/4，我不能就为了这个在这卡那么久吧。于是，在最后的最后，我从 YouTube 上找了一个旋转的四面体放进来当背景视频，然后一帧一帧照着拉的，大概拉了1上午吧，有50多个 slider。虽然有点绕远路了，但是至少学会了一些别的东西，大概吧。这一部分是单纯的 noise。我最开始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想做Slidebro 满天飞的效果，来营造一种混乱和无序的感觉。这一部分 Fromms 管它叫做 Earth， 我觉得混乱跟无序就很能体现 Earth。手法是做一个简单的 slider 之后，把 slider body 的部分的代码复制很多次，然后复制了多少次，这边的 BPM 就乘上那个次数。比如说我复制了代码10次。Slider 之前的 BPM 就要乘上10倍，然后就可以达到这种 Slidebro 乱窜的效果。这个手法最初是 Karoo13 发现的，他称之为 Quantum Slider， 直接翻译就叫做量子滑调啊，他真的很牛逼，我从他的图里偷了不少东西，我建议大家有空看看他的图。然后至于这个 Slider 的本体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是手拉的。因为要满屏幕乱跑，所以要一圈一圈从你往外拉实心的圆。用这种方法拉出来，虽然也不是真正的圆，但失真没有那么夸张，而且比较好控制。你不仔细看也不容易发现。这个没做多久，半个小时吧。这个 QR code 是到了最后的最后，已经开始计划谱面之外的事项了。我觉得是时候在谱里藏一些东西了，然后就找了 QR code 的生成器做了一个。感兴趣你可以自己扫一下，看看会出现什么。做法非常粗暴，直接把二维码的图片放大拉进来做笔记，然后手动对着拉。这个 slider 里面所有的红点都是我自己手点2下，然后再摆到的对应的位置。做完之后再把代码里对应 slider 长度的值改一下，这样它就不会变成超级长的 slider。这个拉了大概2个小时吧。难度名其实是作为一种提示存在吧。这个难度名很容易发现，就是它是摩尔斯电码，解码之后的结果是 wrong way。在这里我想暗示说图里藏了别的东西，你们解码难度名这一步走的是对的，但是走错路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反正抽破陪我拍这次的影片，希望各位对他的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不过还有很多小彩蛋，各位可以自行去发掘，这边就不提出来了。最后感谢这次帮忙制作影片的所有单位，还有观看这部影片的各位。好的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